女儿用电话手表打通了网上一段视频说的恐怖电话，然后那边接通了。我睡得五迷三道的，被女儿一声尖叫吵醒了。我看了一下时间，半夜3点1刻。随即一个略微有点冰凉的小身体靠了过来，女儿怯怯地说：妈妈，我怕。猜想女儿是做梦了。我转过身，把女儿搂在怀里，轻轻地拍着她，说：不怕不怕，睡觉觉。第二天，女儿几次欲言又止，我看她犹豫不决的样子，心里觉得好笑。这个小家伙肯定是喜欢什么东西想要买。于是我蹲下身，摸摸女儿顺滑的头发，说吧，想要什么？妈妈，晶晶什么都不想要。妈妈，昨晚我给恐怖号码打电话，有几个都是空号或者通话中，只有一个接通了，而且对方还说会来找我。晶晶脸色发白，我笑笑，问她哪来的恐怖号码呢？我在网上的视频里看见的，昨晚我试了一下。晶晶的声音越来越小，我心里惊了一下，原来小丫头昨晚尖叫是因为这个。我打开女儿的通话记录，最后一个通话时长写着12点43，这么久，看来孩子昨晚打通以后并没有挂。不知道怎的，我心里有点忐忑。难得的休息日，我打开女儿电话手表的 APP， 检查手表的一些设置，骚扰拦截那一栏竟然有60多个未接，怎么回事？我快速点开，隐隐觉得这个号码有点眼熟。我猛地一拍大腿，想到这不是那个恐怖号码吗？是不是那晚孩子太晚打了人家电话，影响了别人？我心里愧疚不已，便用自己的手机拨通了电话。嘟，这个声音响起的时候，我还挺紧张，想着万一等会儿人家要是骂的话，我该怎么去说？喂，哪位？电话那头传来一个温柔的声音，是个女的。你好，前几天我女儿半夜瞎打电话，给你们拨通了。今天我看见你们回拨了很多电话，所以特地打电话解释一下。真的非常抱歉，孩子太调皮了，好奇心又重，造成了困扰，请原谅。我非常诚挚地说道。哦，没事。电话那头的女人似乎忘记了一样，她轻描淡写地回了一句。挂了电话，我略微有些不解，明明都已经不记得了，为什么要一直打电话，而且一天至少4、5个。此后我便设置了多重防护，再加上工作太忙，对骚扰拦截的事情也就没再深究。拜托大家，请问哪位同学回家的时候看见我家陈佳怡了，跟我说一声。家长群里陈佳怡爸爸发了一条消息，我记得你家离得近，陈佳怡都是自己回家的是不是？这会儿怎么地也到家了。陆坤的奶奶回了一句，阿姨，你接陆坤的时候见陈佳怡了吗？陈佳怡爸爸急问道。我放下手机，转头问女儿，你们放学的时候陈佳怡回家了没？女儿摇摇头，说她每天要抢时间坐公交车，根本顾不上看别人。我想想，会不会是孩子贪玩在路上，回家晚了也不一定，便去做晚饭了。再次打开家长群，发现群里炸了，陈佳怡不见了。群里的家长们已经开始转发陈佳怡照片，到处获得信息告知陈佳怡2口子了。我觉得事情不简单，便问女儿，陈佳怡平时跟谁比较好？最近几天有没有啥特殊情况之类的？女儿歪了一会儿脑袋，说，妈妈，陈佳怡是我们班胆子最大的，那个恐怖号码还是她跟我们说的呢。你说她会不会是被那个恐怖的鬼给抓走了？
我突然想起前几天这个所谓的恐怖号码给女儿打的无数个电话，后背冒出丝丝凉气。我翻出女儿电话手表 APP， 看到骚扰拦截又多出几十个未接，这次号码都是乱七八糟的，像是那种网络拨号。我问女儿，那陈佳怡拨的号码跟你的一样吗？她有没有打通过？女儿说，这个我不知道，他是领导，我不敢问。我打开电脑，让女儿找了一下当时她看的视频电话号码是哪个，然后我把视频下载了下来。群里陈佳怡的父母在实时更新消息，希望有看见的能给他们回个话。我皱着眉头想了想，还是拨通了陈佳怡妈妈的电话。你好，陈佳怡妈妈，我是刘晶晶的妈妈，我这里有一点点消息，希望对你们有用。电话那头的陈佳怡妈妈没吭声，只能听见轻轻的喘气声。谢谢你，你说。良久，陈佳怡妈妈那边传来一句，是这样的，今天问孩子才知道，孩子们之前都打了一个恐怖电话，那个恐怖电话给孩子们的电话手表上会回拨过来，你可以查查 APP 上的通话记录。我陈述完，实在觉得尴尬，便想挂了电话。哦，这个啊，我们家陈佳怡从来不会乱接乱打电话，劳你操心了，谢谢。那头电话挂断了，我心里责怪自己，没事打这个电话是不是有毛病？别人家孩子丢了关你什么事？热脸贴别人冷屁股，看看人家说不定会觉得是你找机会想巴结人家呢。可是转念一想，罪不及至此，就当自己多管闲事了。说起我跟陈佳怡妈妈，其中有一段小插曲。陈佳怡是个喜欢拉帮结派的小朋友，因为她家庭条件非常好的缘故，她在同学中颇有振臂一呼众人拥戴的样子。有一次上厕所，女儿排在她前面，她让女儿让给她，因为当时女儿快憋不住了，便没有让她。后来在女儿下台阶的时候，她从后面一把推出去，女儿磕破了下巴，缝了3针，下嘴唇咬破了，血流如注。班主任打电话的时候，声音也是颤巍巍的，我也吓得够呛。一通检查下来，听到只是嘴唇和下巴有伤，膝盖和后背有些擦伤，其他都好，我们同时松了一口气。可是陈佳怡的父母从头到尾没有打任何一个电话，也没有跟老师说什么。我气不打一处来，心想，就算你们工作忙来不了，电话总能打过来问候一下吧。我肯定不能拿一个不懂事的小孩子怎么样，可是我的孩子受伤了，你们大人总该懂事了吧。我跟老师要了陈佳怡家的联系方式，电话是陈佳怡爸爸的。没想到的是，陈佳怡爸爸说他完全不知道，他还在外地，明天才能回来，还说治疗费用他一力承担。我就像泄了气的气球，觉得自己也有点小题大做了。人家态度也蛮好，就这样吧，小孩子在一块哪有不磕磕碰碰的。第二天，陈佳怡爸爸特意打电话过来确认了事情经过，又开车跑来当面看了我女儿医院检查的票据，这些确认是519块钱，他转给我520块钱，接着又道歉了很多遍。我当时都觉得肯定是老师没有通知到位，不然你看这么客气的家长怎么可能会不懂事呢？女儿下巴包着纱布，嘴唇里侧也有咬破的地方，吃起饭来疼得龇牙咧嘴。我看着心疼，又叮嘱她以后离陈佳怡远点，那么高的台阶都敢把别人推下去，这个姑娘有点狠。1周过去了，陈佳怡妈妈在群里艾特我，还发了一句别人的老公睡起来怎么样。我忙完工作才看见这句话，心里诧异，便艾特了陈佳怡妈妈，问她发错了吧。随着一张转账截图甩出来，
我算是看明白了，都是那多出来的1块钱惹的事情。我大大方方在群里给陈佳怡妈妈转了1块钱，然后晒出我女儿的检查发票，艾特她的同时也艾特了陈佳怡爸爸。请管好你们的孩子，请你们一家离我以及我家孩子远一点。不知道后续他们夫妻俩怎么样了。老师出来让各自撤回消息，群里便安静了。言归正传，我自讨没趣以后，便拿出孩子的电话手表开始研究，心想这个定位功能是不是除了爸爸妈妈，别人也能看见呢？想着，我又打开了恐怖号码的视频。这是一个质量不咋地的视频，在我看来属实幼稚了些，哄小孩子还行，不对，这个播放量有点大啊。而且这个说话的内容有极强的怂恿感，小孩子会很容易冲动打电话过去，以显示自己勇敢的，诸如我女儿这样的。可是这些人为什么要这样呢？打电话过去，他们会不嫌烦吗？我百思不得其解。于是我翻了翻评论区，都是孩子的一些留言，什么骗人的、打不通，还有打通了没人说话之类的。突然有个头像引起了我的注意，是陈佳怡的照片。哈哈，我的接通了，还说话了呢，我才是老大。这是陈佳怡的留言，手动截图，然后我犹豫了一下，打通了陈佳怡爸爸的电话。你好，陈佳怡爸爸，你加一下我微信，我发个东西给你，很重要。好，谢谢你。我把视频和陈佳怡的留言发过去以后，看见陈佳怡爸爸回复一个收到，我便立刻删了微信，事关清白，这个一定要注意。陈佳怡一直没有消息，随着夜越来越深，群里没动静了。我心里有个猜测，会不会这个号码的主人带走了陈佳怡？不知道陈佳怡有没有跟这个人聊过什么。想到这儿，我给班主任发了这段视频，截图还有自己的猜测。班主任很快打电话过来了，他听我说完，很郑重地说，我跟其他孩子家长联系确认一下这件事，如此我也放心了。遇到这样的事情，除了告知自己所知道的，只能帮忙转发扩散出去，有知情者提供信息。第二天一大早，班主任昨晚发出的视频有了回应，好几个家长说问了孩子，他们都看过这个视频，而且有其中好几个还给打过电话。班主任这边紧张起来，开始统计人数，并挨个找小朋友进行询问。孩子们一个个问过去，果然事情捋出了眉目。陈佳怡告诉她最好的朋友彭新元，她已经跟地府的人联系上了，地府那个人会抽时间来找她，希望彭新元替她保密这个消息。彭新元到现在还认为陈佳怡是不是太跋扈了，所以被地府的人带走了。他觉得作为好朋友，保守秘密是忠心的表现。直到后来，班主任说，他要是再不说，陈佳怡会再也回不来。彭新元才心不甘情不愿地说出来。陈佳怡失踪这件事在市内引起了很大的动荡，一时间送孩子的家长又多了起来。还没有等大家都松口气，彭新元又失踪了。除了每天亲自接送女儿，我把孩子的电话手表没收了，因为我想到了那个恐怖电话会不会是某个变态专门发出来吸引小孩子的呢？陈佳怡被找到的时候是半个月后，伴随着被抓的还有一个老头，据说老头是个捡垃圾的，在公园里的垃圾桶旁边捡到的陈佳怡。可是陈佳怡已经死了。王旭阳妈妈一字一句告诉我的时候，我刚刚报完警，因为我可能找到了彭新元。警察在老头那里并没有找到彭新元，也没有发现与陈佳怡相关的东西。我报警的内容是，我之前拨打的那个恐怖电话有可能是一个人贩子组织，因为我脸胖的原因，之前打电话过去道歉，不小心触碰了录音键，被保存了下来。就在我清理手机内存的时候，发现了录音。女儿拿着苹果让我削皮，
录音便自顾自地播放了好多遍。听到最后，女儿说：“妈妈，这个号码我和彭新元一起打过，他说他打过去都是通话中，但是我们2个人打就是这个阿姨接的。”我听完，安顿好孩子，直奔警局。可是陈佳怡怎么会没了呢？我问王旭阳妈妈的时候，王旭阳妈妈悄悄地压低声音：“听说陈佳怡是被掐死的，应该是被坏人抓住。孩子想要喊救命，所以，早点抓住坏人吧。”警方的速度很快，他们根据录音以及彭新元的通话记录和监控，很快找到了彭新元。彭新元怯怯地跟警察说：“佳怡不见了以后，我给那个号码打电话，他们说佳怡在他们那里，让我去找她，还说我们是好朋友，就应该共患难才对。所以叔叔，我去了没有找到佳怡。佳怡应该不会怪我把她的秘密说出来了吧？”彭新元被他妈妈紧紧地抱在怀里，因为我提供的有效线索，不仅找到了彭新元，还抓获了一伙人贩子。所以彭新元被解救以后，他的父母专门上门感谢了我。可是陈佳怡的案子久久没有进展，直到2个月后，有个超市老板拿着 U 盘走进了公安局。超市老板是班里卢志豪的爸爸，他在收银的时候发现电脑特别卡，想清理一下，发现有几个大文件特别占内存。他寻思打开看看是啥，这一看，他看见了蹦蹦跳跳的陈佳怡跟他妈妈。陈佳怡爸爸在班里家长面前风评一直很好，因为帅，因为通情达理，还有很多优秀的方面。卢志豪爸爸跟陈佳怡爸爸因为时常一个小组打扫卫生，所以听说私下里关系特别好。这也是卢志豪爸爸看见视频第一时间能认出来且立刻去报案的原因。陈佳怡失踪当天的下午，她随着人流慢吞吞地回家，经过卢志豪家超市的时候，她好像想到了什么一样，开开心心地跳着往前跑去。视频的前面是陈佳怡妈妈，卢志豪爸爸心里诧异，因为那天晚上的班级聊天记录里，陈佳怡妈妈明明说她当天的下午没有见到陈佳怡。她心知事情有问题，不敢耽搁，报警以后，她打电话约了陈佳怡爸爸，想着当面告知情况好一点。后续的结果就是陈佳怡爸爸找到了我。刘晶晶妈妈你好，我想问你关于我女儿的一些事情，你有时间吗？我想了想，要不就电话说吧，我有我的担忧，毕竟陈佳怡妈妈不是个吃素的。你放心，我就想当面问问，电话里说不清楚，事关我女儿的。我实在是……我听着陈佳怡爸爸的声音哽咽了，心里也同情这夫妻俩。希望他问完回去能早点找到凶手吧。那好吧，就在学校门口那个简餐吧，我等你。我飞快地说。没见面之前，我捋了捋我知道的所有情况，从打这个恐怖号码为起源，然后误打误撞地救了彭新元。后面王旭阳妈妈听说的一些事情未填补，好像我所知道的并不多。不知道陈佳怡爸爸会问我什么。孩子的这个案子到底破到什么程度了？有目标嫌疑人了吗？看着坐在我对面的那个风度翩翩的男人，我有点怀疑我的眼睛。这是一个才失去孩子的父亲的样子吗？浑身上下一丝不苟，我也没敢仔细盯着人家研究，毕竟我今天来只是回答他几个问题的。你好，刘晶晶妈妈，我先点几个菜，你有没有什么忌口的？声音温柔平和。不了，我回家还要给孩子做饭。你问吧，我一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我摆摆手，心里只想赶紧回答完问题走人。陈佳怡爸爸笑笑，影条不紊地点完餐。待服务员走了，他双肘撑在桌子上，说：“你有没有记恨过我女儿？她把你家孩子那次从台阶推下去。”停！我看着问出问题的对面这个男人，非常的厌恶。出声打断他以后，我突然解释都不想解释。
甚至于问题都不想回答了。又不是我的孩子，我这么操心干什么？看我半天不说话，陈佳怡爸爸说：“刚刚对不起啊，我没有别的意思，只是单纯的想从孩子的角度看一下这个问题。比方说，我家孩子在学校的人缘怎么样？他这几年欺负过好几个孩子，难免会有家长记恨。所以我想问问你。”他说完，低着头不知道在干什么。我听完解释，心里似乎有一点理解他现在的想法，于是告诉他：“是这样的，陈凯，是的，他叫陈凯，我其实是认识他的，他是我的发小，从小一起长大的那种。陈佳怡是他与现在这个女人的孩子，他的前妻与我关系很不错，是个特别贤惠的女人，生了一个儿子一个女儿，最大的儿子已经上高中了。我是极其反感你们夫妻俩的，不是因为孩子之间发生的事情，而是你当年做的事情。你把倩倩净身出户，孩子的抚养权你全部拿下，这些我现在都不说了，因为这是你们两个人的事情。可是你的现任怀孕逼宫，隔三差五闹事作妖，你呢，除了一昧纵容，你毫无作为。我看陈凯低着头一声不吭，气更加不打一处来。之前你家陈佳怡把我女儿推下去那次，你老婆因为钱的事情在班级群胡说八道，说明什么？你都离了一次了，就不能消停点吗？每次让她把战火引到别人身上，很烦的。我平了平心绪说：“不好意思，看见你这种人有点烦躁，你问吧，我听着。”丫丫，你脾气还是这么暴躁。看见我让他停止的手势，立刻停住了。好，我们言归正传。卢志豪爸爸给我看了一段视频，是关于我女儿的。听他说完事情经过，我心里犯嘀咕，这个跟我有什么关系啊？你好好的，找我干什么？我不知道找谁去说这件事，就想到了你，所以想让你帮我分析分析，为什么我老婆她要说谎。你也是女人，所以别啊，我是女人啊，可是我不是无道德、无素质、无操守的三无女人啊。我腹诽不已，回他道：“我可分析不出来，既然报警了，你就让警察叔叔查吧，总会有结果的。”陈凯的肩膀似乎落下去了一些，整个人看起来颓废不堪。作为他的发小，曾经他事业有成，家庭幸福，说起来我也觉得与有荣焉。可是现在看见他这样，我只觉得活该。这个活该就是他的因果报应吧。我几口喝完杯子里的水，说：“陈凯，既然事情已经这样了，把你知道的认认真真告诉警察叔叔，不要隐瞒警察，人家是专业的，肯定比你我厉害多了。”说完，我看了他一眼，起身走了。他也没有跑出来。我知道，他有事没有告诉我，事关面子，事关尊严，随他吧，做了就要承担，没有人能逃脱的。这里说说陈佳怡平时在学校的样子。第一次，陈佳怡犯事就是大事。她把一个小男孩的鼻梁打断了，谁都想不到，看着柔柔弱弱的一个小姑娘，用棍子敲断了同桌的鼻子。当然，她不是故意打鼻子的，她只是拿着棍子用全身力气甩出去，落在了男孩子的鼻梁上而已。陈佳怡妈妈在跟其他家长聊这些的时候，我正站在不远处。小男孩跟其他人玩的时候，不小心用脚踢到了跑过来的陈佳怡的屁股。陈佳怡爸爸赔了1万块钱了结了事情。就在我们都以为陈佳怡以后肯定会变得乖顺起来，她同桌1周后带着家长来，强烈要求换座位，原因是同桌挨着陈佳怡的这一侧的屁股到大腿，全部是青青紫紫的伤痕和已经结痂的一些小伤口。小男孩的妈妈在给孩子洗内裤的时候，发现孩子裤子上有血迹，拉过看的时候更是气到吐血。直到陈佳怡出事，她在班里都是一个人做的，后面发生的事情太多了，就不一一表述了。案子告破，
公布于众的那天，家长群里少了一个人，是陈佳怡爸爸。本案自4月11日被害人失踪，直至遇害案发至今，共计3个月时间告破。凶手马某某乃被害人生物学父亲，帮凶为被害人生物学母亲。鉴于凶手马某某有遗传类精神疾病，最终结果会庭审之后公布。监告大众，默哀逝者。转眼到了孩子的秋季运动会，其中一项要求父母参与。我跟单位请了假，在学校陪女儿参加运动会。女儿的体育并不好，这点随我。我们娘俩累死累活的，跑了个倒数第一。女儿还笑得那么开心。后面的活动是孩子们的，我跟王旭阳妈妈坐在一起闲扯。还记得陈佳怡不？王旭阳妈妈问我，我低头笑笑说，记得那个霸道的小姑娘，也是个可怜的孩子，就因为撞见了妈妈跟亲爸在一起，被妈妈藏了起来。亲爸并不知道这是自己的孩子，在陈佳怡大吵大闹乱砸东西的时候，给捂住口鼻掐死了。你说多大的仇怨，那么大的一点孩子能闹多凶，就能给掐死。陈佳怡妈妈这个女人更不简单啊，能在孩子死了以后无动于衷，也是个狠人。王旭阳妈妈感慨万千，我却听得后背发凉。我自看了公告，便再没深究过这件事。陈佳怡妈妈一开始知道孩子不是陈凯的吗？她自己藏起孩子以后，为什么还能若无其事地跟大家一起找孩子呢？她真的只是帮凶吗？电话响了，是陈凯前妻打来的，约我晚上见面。丫丫，我们复婚了。我点点头，心说你愿意就好。丫丫，陈凯的那个没了的孩子遗传了他父亲的精神病，那个女人是发现了的，她一直在找机会想要，神不知鬼不觉地弄掉那个孩子。我不知道陈凯前妻找我是什么意思，但是我听见这些话依然引起了我浓厚的兴趣。陈佳怡爸爸是精神病，精神病能跑出来跟前女友勾搭。据我所知，遗传类的精神病一旦发作，应该是不可逆的吧。我并不知道遗传类的精神病有啥特征，只是根据自己见到的说了见解。这个我也不知道。那个姓马的人挺精神的，就这样看不出来有病的。可是陈佳怡妈妈她图什么呢？我说了你别生气，陈凯要啥有啥，他只要跟陈凯好好过，以后都是好日子，为啥要这么作死呢？我非常不理解。陈凯说，那个姓马的来威胁那个女人，说要告诉陈凯那个女人的曾经，所以那个女人将计就计，想着把孩子压在姓马的男人那里，让那个男人放心，然后他再报警说姓马的绑架了他女儿，打得一手好算盘。他不知道姓马的男人有病。我挪了挪椅子，应该知道吧，可能觉得不严重。陈凯前妻看起来心情很好，你原谅他了吗？我慢慢地说，还能怎么样呢？他是孩子的亲生父亲。陈凯前妻说的时候，嘴角微微翘起。我知道，这是胜利者的一种心态，他觉得他赢了一切。事实上，男人犯了这样的错很容易被原谅。我不得不承认，我想起我曾经在倩倩面前骂过陈凯的那些凶狠的话，看着眼前这个眉梢眼角都透露着喜悦的女人，觉得自己以后要远离她了。彭新元跟女儿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有一次我问彭新元，你当时被人贩子抓走，你怕了没？没有，阿姨，当时我是想去找佳怡的，所以我一点都不害怕。我想起接电话的那个女人，于是问道，那圆圆，阿姨问你，人贩子里面有没有一个比较年轻的女人呢？阿姨，那里有好几个女人呢，她们可凶了，因为我比较乖，她们没有给我打针。彭新元清澈见底的眼睛眨巴眨巴的，真好，看来这件事没有给孩子留下心理阴影。不过阿姨，
我前2天看那个恐怖号码的视频还在呢，就跟晶晶2个人打了那个电话，又接通了，也是一个女人接的，我的心一下子提了起来，这是给我留下心理阴影了。于是我拿起手机拨了过去。喂，你好，这里是众安信息贸易有限公司，请问您找哪位？